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握拳后侧边有这条线，今生财运能够旺到爆。我们的手每天都会动来动去，有时候也会不时地握成各种拳头的样子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握拳以后，手的侧边会挤在一起，出现几条线，而这也蕴含着一定的自身命运象征。不同的线有着不同的命，今天小酱汁就给大家讲讲，看看你是什么命吧。一、握拳后侧面有几条线看命运。一条线，聪明敦厚，为人善良，意志坚定，他们命中带财，然而早年的时候多有磨难，运势开拓比较迟，一般到中年以后才开始走运。这时候不仅有正财收入，更有横财进账。这样的性格善良和顺，比较外向，同时不喜欢和别人争夺，淡泊名利。不仅可以得到来自贵人的鼎力相助，而且还能收获祖先的庇佑，平安顺遂。事业迅速发展的时候，财富也被不断的积累，注定富贵殷实。事业开始转好，顺顺利利，财旺家旺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有福分，生活惬意，晚年更是轻松舒适，绵延长寿。二、两条线，一般富于正义感，讲义气，重人情道义，做事全力以赴，豪爽勇敢，见义勇为，谨慎小心，守本分谦虚，忠心，生性淳朴正直，诚实友善，为人忠实可靠，富同情心，个性坦白无心机，直觉锐利，为人忠诚，颇爱主持公道，很受人尊敬，个性勤勉敬业，具有大智大望，行动敏捷，头脑聪明，反应快，不仅可以得到来自贵人的鼎力相助，而且还能收获祖先的庇佑，平安顺遂。事业迅速发展的时候，财富也被不断的积累，注定一生宝贵殷实。三条线，命中注定的财气是很旺盛的，他们气质气宇轩昂，为人大度有范儿，为人大方豁达，心中宽阔，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，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，非常事业创业，往往有白手起家的机会，身边的贵人多得数也数不清，注定如鱼得水，财源广进。只要是原则之内的事情，就绝对不会讨价还价，活得既风光又坦荡。财运会在他们30岁后，一年比一年亨通，财库比任何人都要丰容，开创独有产业，发大财。四条线，天生富贵，命里藏财，有财神和菩萨庇佑，一生贵人运强劲，事来旺盛，在工作上能够如鱼得水，步步高升。他们一生运势高涨，财源滚滚，在中年之后会迎来事业的高峰，事业有成，财源力达，还会有横财天降，大富大贵，生活无忧，锦衣玉食。他们与人坦诚相待，非常真诚，只要你愿意和他们相处，他们肯定会付出自己的真心，非常重视友情。这样好人品的人，一辈子机遇比别人多几倍。福禄双全，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人生理想是必然的事儿。二、握拳姿势看命运。一、握拳时拇指放在最上方，这种人大多非常的有远见，很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，行事作风也跟别人非常的不一样，目标感非常的强，从来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忘记自己的理想。凡事都喜欢规划的有条有理，有胆有识，敢闯敢干，行事稳健又不缺冒险精神，时刻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处事冷静而理性，做事踏实努力，不喜欢投机取巧，不论是事业还是生活都会非常的不错，命中注定是个富贵之人。二、握拳时拇指藏在拳心里。握拳时有这种特征的人，一般祖运不佳，出生比较平凡，在事业方面缺少非常好的资源和人脉，家里也不能为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，
不过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努力，也很有才华，往往能够凭借自己的奋斗而获得不错的收入和生活。虽然前半生过得比较辛苦，但是通过奋斗，后半生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富裕。3. 握拳时拇指放在侧面。拥有这种特征的人大多做事非常的努力，虽然开始时运气不太好，生活会比较拮据一点，会短暂的穷一段时间，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事业也会慢慢开始好转，赚钱也会越来越轻松。不过这种人虽然挣的比较多，但是需要花钱的地方也比较多，所以经常都会觉得钱比较紧张，不太够花，但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会变得富起来，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底。4. 握拳时拇指向上翘。握拳时有这种特征的人大多命格都比较的中庸，一生既不会太富也不会太穷，属于我们之中的大多平凡人的类型。这种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非常的乐观豁达，也没有什么野心，喜欢追求安稳的生活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都非常的在乎和用心，也舍得投入时间和金钱，也很会照顾和体贴关心人，懂得照顾身边人的感受，人际关系较好，能够受到身边人的好评。不过如果想要有好的发展的话，一定要努力尝试去挑战一些新鲜的事情。那么除了握拳以外，那么手相还有哪些特征是富贵手呢？接着往下看。1. 手如干姜，家道必昌。有些人解释手就像干瘪的老姜，告诉大家这句话关于描述财运短句是什么意思。真正的解释，手如干姜主要说的是手的握力，干姜的阳气最重，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。在人体里，《黄帝内经》云，肝变动在握，出生的婴儿骨弱筋柔而握固，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。肝为将军之官，谋略出焉，肝就像一位大将军，注意个人的谋略与做事的能力。如果肝功能旺盛，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，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。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，有勇气，敢闯敢拼，富于冒险精神，有勇有谋，敢为天下先，不畏艰难的韧性。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。女孩子找男朋友要仔细了，和他握手的时候去感受他的握力大小吧。2. 发达的财纹。假如手掌中的纹路相互交错，能够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话，便称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，不用付出太多，便会赚取很多钱财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3. 太阳丘隆起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财富。假如太阳丘长得丰满隆起，颜色明润的话，其人赚钱能力很强，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，并且能够存得住钱，一生不会为钱财所累。4. 理财纹伸长。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路，叫做理财纹。理财纹长得伸长的人，通常都具有理财的头脑，无论是替老板、上司理财，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会计出纳，还是自己投资理财，都会赚取很多财富，也具有大富大贵的潜质。5. 手中多财库。在手相中，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，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，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，其人的财运会非常的好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，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，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。6. 手心有洼。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，劳付出，宫地狱。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皮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，穴内的地部皮土未受其气血之生，反而付出其湿，如人之劳作付出一般。这是一处火穴，火
火在人体主心，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。劳工学家的人前途光明，心地善良，富于献身精神。在集体当中，劳工学代表大领导，劳工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。那么什么样的劳工学好呢？就是手心要凹陷，凹陷的手心劳工学最发达，而突出的劳工学力量最薄弱。手心如果突出，则一生事业前景暗淡，很难遇到机遇，没有贵人提拔，只能靠自己奋力拼搏。7. 手掌厚实有弹性。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，活力充沛，财运事业基础好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充满干劲儿，努力进取，最有赚钱的本能。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，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。有此手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。8. 大拇指第二节纹多。在大拇指的第二节处，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，其人都很善于积累财富。纹路越多，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，而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。9. 中指比较长。中指长得长的人，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，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，过上富贵的生活。因此，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，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。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，做事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，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因此，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。10. 食指上有3约纹。一般情况下，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，就叫做3约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，往往财运很好，一辈子不缺钱花，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。例如，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等。我们每个人的手都各不相同，所以其命运也不相同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富贵手，那么也不要灰心，只要乐观向上，那么也可以有自己的福气。好了，讲手相有此特征的人，一生好命又有钱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虽然很多人不相信，认为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但其实你的命运确实把握在你的手里，不过是在你的手相里。因为你的手相暗藏了天机，有着预示着你命运吉凶、富贵贫贱的信息，所以你是否富贵与你的手相也是相关的呢。那么在手相中，哪些特征属于好命有钱的手相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掌纹深刻且清晰。手相的纹路通常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、性格、事业财运、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。手掌纹路多，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。掌纹杂多混乱，预示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、奔波。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，做事有章法，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。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，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，事业发展得很顺利，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成就。2. 手财纹深长。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，就是手财纹。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，能够发财或者守财。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，守的财也多；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者不易守财。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，会挣钱也会守钱，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。3. 手如干将，家道必昌。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，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，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。如果肝功能旺盛，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。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，具有勇气、谋略，敢闯敢拼，富有冒险精神，敢为天下先，有不畏艰难的韧性。这样的人一定能够事业成功，取得非凡成就。4. 手掌肉厚，柔软有弹性。以掌面为中心，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、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位置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、后天成就、父母子女、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。
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，元气充盈，身体康健。手主阴，主腹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腹光滑柔软，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，福泽深厚，福禄天成。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晚年安逸。5. 多财富纹，在大拇指第二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，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、菱形纹、钻石纹或者类钻石纹，可通称为财富纹。财富纹以见方格纹和菱形纹为最佳，不论横纹或者直纹，纹越多表示钱财积累越多，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，而且这种人都很懂理财，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。6. 财运线深且清晰，财运线又名水星线，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，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。财运线最好是如针一般的挺直，且没有其他的障碍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财运线有几条，而且纹路非常的深且清晰，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，财运顺利，身边也会多几个贵人相助，容易会大富大贵。7. 掌心凹陷，能聚财积福。如果把手掌比作聚宝盆，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。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。掌心凹陷的人能够聚财聚福，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，是最容易发达的。年少家底丰厚，自己的理财能力很强，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，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，晚年幸福安逸。8. 多财帛纹，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。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，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。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，能够享荣华富贵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，生财有道。9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着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，长短有序，间隙合一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，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，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算计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挣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10. 食指有3约纹，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，也能够取得有钱娇妻。总而言之，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1. 太阳丘丰满高隆，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和生命等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够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大多性情温和，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得比较高的社会声誉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12. 木星丘饱满，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人的意志、欲望、地位和权力等等，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，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热衷名利，自负骄傲，充满雄心斗志，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。以上有此手相特征的人，一生好命又有钱，真的是令人羡慕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好的运气。那么在手相中，什么特征影响了自己的财运呢？接着往下看。1. 指缝过宽，
在相学中，手是长财聚财的地方。若是一个人的手指缝比较的宽，则这样的人多半花钱总是大手大脚，也聚不住财，从而导致自己钱财流失。缝隙越大，则这样的人破财的现象也会越大，属于典型的破财相，赚不了大钱，日子也会过得非常的艰难，花钱大手大脚，把钱财都给败坏光了。2. 食指弯曲。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会导致食指弯曲，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，需要常见用手劳动。如果一个人食指是紧贴着中指，则说明这个人的守财能力很好。相反的，食指向外弯曲则是破财的特征，说明这个人只能是任劳任怨的工作，注定要过穷苦的日子。3. 漏财纹。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，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，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，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的漏财纹。大体有3种情况，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，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，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。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藏不住钱的人，不能聚财。4. 生命线断断续续。生命线断断续续的人，在金钱上容易跟人纠缠不清，与人相处会出现问题，建议用一些吊坠来增强人际和谐，不然可能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发生。现实生活中没有自信，处事态度不够端正，体力不好，生命力不强，有贵人相助，但是本身运势很弱，生活单调无奇，没有生活情趣可言，耐心不足，自卑消极，中年起身体逐渐出现问题，会花费一大笔钱在于健康上面，生殖能力弱，子嗣较少。影响财运的手相有很多，以上只是列举了其中几个，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而已。小酱汁自己就有其中的一个手相，但愿大家就不要再有了。讲5种富贵显达的手相，如果你有就恭喜你了。虽然说我们的生活水平有着很大的提升，现在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可以吃得饱穿得暖的，但是我们的思想有时候还会比较保守的，可能和我们老一辈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，给我们的影响太过于根深蒂固了。我们中国人对于命运是比较信服的，小孩子出生就会请师傅给小孩取名字，平时运气比较不好的时候也会去占卜看看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，会导致运气不好。虽然说这些行为是比较迷信的，但是会让我们的心灵有个寄托。有不少的朋友可能都有去看过手相，手相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一些东西的。要是有这5种手相的朋友，以后肯定有所作为，哪怕现在没有表现出来，重要好好努力奋斗，一定可以荣华富贵。要是对手相比较有研究的朋友，就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手相学的奥秘。在手相学中，我们5根手指的中指被称之为龙，而我们的手掌就被称之为虎。龙虎相配的好的话，就会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要是中指比较长，手掌比较短的话，那么这辈子就是很清闲的，根本就不需要干多少活，还很富贵。要是中指比较短，手掌比较长的话，是属于好事多磨的，不会一下子就很容易得到成功的。手掌和手指要是合起来没有缝隙，而且整体没有变形的话，这种就属于好事多磨，只要好好努力，好好奋斗，一定可以取得成功的。这几种手相也是特别富贵的。1. 一马平川。在手相学中，每一个名字都是有特殊代号的。马在手相学中指的就是命运线，川的形成是需要一定途径的，想要川的形成，最为主要的还是必须过了感情线和智慧线才可以形成。一马平川指的就是我们手掌的命运线穿过了我们手掌的感情线、生命线，还有就是预祝线。通常有这些手相的人都被大家称之为富贵相，都会有大成就的。2. 星环。拥有星环的人可是特别有财运的，有时候好运来了，挡都是挡不住的，运势特别的好。什么叫做星环呢？所谓的星环，就是在感情线的上面有一条半环状的线条，会把中指和无名指围住。这种线还被称之为金星环，
这条线要是越明显的话，就代表你的财运越好，很快就可以有所成就。3. 元宝纹。所谓的元宝纹，就是我们的手掌上有感情线、智慧线、生命线等线在我们手掌上连接到一起，形成和元宝形状差不多的图形。这种掌纹就被称之为元宝纹。不管是谁，要是有这种手纹的话，都是特别好的，寓意着这辈子有花不完的元宝，享不完的福气。只要付出努力，好好努力，就一定会大富大贵。4. 钱财纹。有不少的朋友对于钱财都是比较在意的，一直都想要知道哪种掌纹会比较有钱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手掌上面的纹路除了感情线、智慧线、生命线之外，还有财运线。财运线是位于我们无名指还有小拇指的下面。如果一个人手掌上的财运线比较多、比较杂的话，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财运特别的好，来钱的渠道特别的多，还会经常受到贵人的帮助。5. 敷眼。除了上面那几种掌纹之外，敷眼这种掌纹也是属于一种比较好寓意掌纹。上面那些掌纹都是一些寓意比较富贵的掌纹，而敷眼这种掌纹是寓意比较聪明的一种掌纹。从以前到现在，就有很多人说过，有敷眼的人是特别聪明的，哪怕不是一个大文人，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才子或者是佳人。主要还是因为拥有敷眼的人不仅仅特别的聪明，还有着很强的自控能力和管理能力。哪怕现在还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，但是只要努力，就一定会有所作为，有一番大成就。手相在我们生活中被很多人所信赖，没有一个好手相的朋友也不用气馁。其实我们一生想要有大成就，靠的不仅仅是好的手相，最为重要的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。并不是说没有好手相要获得成功是很难的，其实只要肯奋斗都是一样的。有好手相的朋友想要获得成功的话，还是需要付出努力的。只有特别的努力，肯吃苦，肯奋斗，才能获得成功。要是想着不劳而获的话，哪怕再好的手相都是没有用的。第二，想看一个女人命好不好，就看她身上有没有这一个字。教授是一位著名的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和易经专家，他在其著作中曾经提出了一种有趣的说法：想看一个女人命好不好，就看她身上有没有和这个字。在曾仕强教授的观点中，和指的是和谐、和睦、和解等含义，是一种追求和平、合作、共赢的精神。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、尊重和包容，而不是对立、冲突和分裂。对于女性而言，拥有和的特质在当今社会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。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，女性在某些方面仍然面临着不公平的待遇和偏见，而和的特质可以帮助女性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更加从容应对，化解矛盾，从而赢得更多的尊重和支持。那么，如何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拥有和的特质呢？曾仕强教授认为，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观察。首先，一个拥有和特质的女性通常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她能够与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和沟通，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感受，从而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。她不会轻易地与人发生冲突或争吵，而是通过沟通和协商来解决问题。其次，一个拥有和特质的女性通常具备包容和开放的心态，她能够接纳不同的观点和文化，不会因为自己的偏见或狭隘的观念而排斥他人。她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，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事物，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。第三，一个拥有和特质的女性通常具备善于妥协的能力。在家庭、工作和社会中，她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，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，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。
这种妥协和合作的精神可以帮助女性建立更加稳定、和谐的人际关系。最后，一个拥有和特质的女性通常具备积极乐观的态度，她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，从中寻找机会和成长的动力。她不会轻易的放弃或沮丧，而是通过努力和合作来克服困难。通过观察以上几个方面，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拥有和的特质。如果一个女性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特点，那么她很可能是一个命好的女人。因为和的特质可以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、开放的心态、妥协的能力和积极乐观的态度，这些都有助于女性在生活和工作中取得更好的发展和成就。然而，我们需要注意，和的特质并不是女性独有的特质。男性同样也可以具备和的特质，而且这种特质对于男性的成功同样重要。同时，和的特质也不是命运的决定因素之一，它只是一种有助于人生发展的优秀品质。曾仕强教授所说的想看一个女人命好不好，就看她身上有没有和这个字这一说法，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，但他确实指出了和的特质对于女性人生发展的重要性。通过观察女性是否具备和的特质，我们可以对她们的人际关系、心态、能力和态度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，从而对她们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预测作用。同时，和的特质同样也适用于男性，是一种有助于人生成功的优秀品质。只有全面地了解一个人，才能更准确地了解他的性格和个性。诚实和真诚是与他们建立深厚友谊的桥梁，也是赢得他们信任和尊重的关键。最后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：你认为人的性格和个性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建议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